么这一期呢，我们继续来史诗英雄的一个介绍。那么缝合怪，我发现他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变态，特别是在特定的场合里，他的盾简直是打不破的一个存在。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来好好看一下缝合怪究竟怎么样吧。首先，缝合怪它是一个生命值的一个类型的英雄，所以它的一个生存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可以看基础的生命值非常的高，只是唯一缺点防御稍微低了点。但是它的一个技能基本上都是基于生命值的伤害，所以伤害不算太低，但是要说有多高呢，也没有多高。因为这个面板我们可以看到8万多的一个血量，同时暴击率也非常的高，爆伤也还不错。那么打出来的实际伤害并没有多高，这样的一个面板呢，是比较倾向于使用它的2技能打出一定伤害，增加护盾量的一个面板。但这个面板速度比较的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看一下这个面板它究竟实际在巨人的使用效果怎么样。首先我们可以看这个组的一个阵容，我选择这个阵容呢是莱桑当队长，那么这样速度会得到提高，同时女巫配合狼人打伤害，泰瑞是进行一个破防以及一定的减条。那么这个缝合怪呢，它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全队了。那么它的一个盾的强弱程度以及好坏程度决定了这个队伍能在 BOSS 以及小兵关卡生存多长时间。同时它的一个队友保护也是非常好用的，增加了队友保护之后还会给自己回3回合的一个持续回血，这样的话它整个队伍 50% 的伤害都在它的身上了。但鉴于缝合怪它是有一个队友保护这样一个技能的，所以我其实个人推荐它使用一个忠诚套装会比较的优秀。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小兵关卡里，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缝合怪的盾它其实并没有是无缝链接一直挂在所有队友身上的，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一点。一旦我们的降条没有及时，一旦我们的这个英雄没有得到及时的一个补充或者是一个保护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小兵集火秒掉，这样的话就比较的尴尬了。而缝合怪它之所以能够很强的一个保护队友的作用，其实在于它的一个盾和队友保护，这样我们要尽快的刷新它盾的一个 CD， 同时要刷新它队友保护的一个 CD， 这样能更好的一个保护队友，同时他自己也能得到一个加血。在这我们在视频里也边打边聊一下它的一个装备的选择，其实我是最推荐的是忠诚套装，因为我觉得缝合怪的忠诚套装的话，搭配它的队友保护能很好的分担所有队友的一个伤害，同时也能很好的降低所有队友承受到的一个伤害值。那么关于套装的选择，除了忠诚套装以外，另外一个反射套装其实也蛮合适缝合怪的，因为反射套的一个降低 CD 可以有效的刷新它的 CD， 这样它能不断的放出这个盾，能够给所有的队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也给自己一个加血，这样也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那么关于2件套，我最推荐的当然就是精准，因为精准套能够帮助缝合怪它的一个眩晕在小兵关卡能够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看一下最后的这个面板，那么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缝合怪它的一个承受伤害确实是非常的高，292086这样的一个承受伤害，同时治疗量也还不错，398虽然它治疗自己，整个队伍的一个保护由于缝合怪的原因，在巨人或者是在其他地方都能够保证队伍里的一个脆皮得到很好的一个生存。但是这样的缝合怪速度比较慢，我们对缝合怪的装备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对于缝合怪的一个加速过后的一个录制呢，我换了一个阵容。那么这个阵容我们可以在这个视频里看到，缝合怪的盾基本上全程都是有和在保护大家的。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得益于它速度的提高，虽然在 BOSS 关卡它的盾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它的速度提高意味着它的一个加血自身加血量队友保护的一个频繁程度也得到一定的提高，相对来说就能够减少一个队伍崩盘的一个可能性，增加了稳定性。我们可以看最后的这个图，我们定格在这进行一个分析，可以看到缝合怪的一个加血量以及它的一个承受伤害的程度非常的高，相比于其他英雄来说几乎把所有的伤害都承受下来了，这也是得益于它的一个队友保护技能。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对缝合怪来说，其实我觉得它的速度没必要求到非常快的程度，大概在队伍的一个最后一个出手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所有队友的盾和它的一个持续时间能够尽可能的延长。如果整个队伍的人均速度都能达到200以上，缝合怪大概在190左右的话，这样的整个队伍打起来副本就不需要拉条英雄了，同时光环上也可以选择增加血量或者防御的这么一个光环，这样的话更有利于队伍打出输出，以及最主要的是保证稳定性，这样的话刷巨人以及刷龙或者是刷别的关卡才能够更好用。关于缝合怪，我们可以看我的这一张图，那么图里边可以看到它的使用场合我其实没有打很高的分，只打了80分，但是它英雄特色保护呢我给了90分，虽然不是很高的100分，主要是因为它的使用场合比较局限，在敌人比较多的时候它的保护能力更强，盾更强。那么在副本的表现呢，其实它其他副本表现都比较一般，但是也有一定的保护能力，所以基本上都在80分左右。但是在巨人地下城我给了90分，因为在巨人 BOSS 关卡还是有2个小兵陪着巨人的，这样缝合怪的盾能够比龙地下城略微多一些。而在蜘蛛地下城我给了100分的满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蜘蛛地下城里缝合怪的一个表现究竟怎么样，为什么我会给他100分的一个满分。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阵容，利用暴君以及一个冰冷的输出，同时搭配泰瑞的一个降防，我们争取能打出最大的伤害，而且搭配上一个缝合怪的保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盾是不是非常的夸张，血量基本上已经小到非常小的线条了，这代表它的盾真的非常的厚。有没有一种感觉，我们在看魔法关卡的一个 BOSS 上盾，或者我们偷到魔法关卡的 BOSS 的盾以后的我们队友的一个血量的一个显示，真的是非常可怕。这样的盾量基本上小蜘蛛所有的集火一个人都不会死掉，但是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候我们尽量要把盾能够保证更多时间存在在身上，同时我们的一个其他输出要跟得上，如果在输出跟得上的情况下，这样的阵容配上缝合怪，基本上蜘蛛20关卡是2分钟以内2分钟左右就可以打完的，而且崩盘的几率非常的低，因为这个盾的保护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可以看到冰冷被集火了很长时间，盾都还没有爆，已经打掉2轮了。那么这一轮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是冰冷的盾的真空期，同时也是所有队友盾的一个真空期，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缝合怪在速度上略微有点提高，需要达到在输出解决完盾之后，缝合怪尽快的能够补上这个盾的一个数量，这样缝合怪正好能够在蜘蛛进攻之前，它能够套上盾，能够尽可能保护冰冷的一个生存，等待冰冷刷出第2个大招，这样能够将 BOSS 尽快的给杀掉。冰冷一旦触发第2个大招，我们可以看到很快 BOSS 就能死掉了。那么这个盾也是要释放的时机要恰的卡好，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冰冷的一个生存，最好是在冰冷的一个行动之前或者之后都可以，在之后是最完美的，但是像这个现在这样，它在冰冷之前也无所谓，只要能赶在小蜘蛛之前就可以很顺利的保护到冰冷。那么对于竞技场里边，我们缝合怪的使用，我自己个人推荐觉得不是很高，防守端可以进行使用，因为它的盾队友保护都是非常不错的，输出也不是很低，但是整体的一个综合评分不是很高，我给了85，因为它特定场合使用会更加的优秀，特别是敌人数量越多的时候。对于它的天赋呢，我做了一个天赋推荐图，那么这个推荐图呢，大家可以进行参考，也可以根据自己使用的场合不同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关于装备的选择，在刚才的一个打巨人的地下城副本里我已经做了介绍，这我简单的就说一下，推荐忠诚和反射套装，那么2件套选精准，在速度上要尽可能的不落下队伍的一个速度，同时它的血量要得到有效的提高。那么这就这一期对于缝合怪的一个分享，喜欢我视频的话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支持我。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 YouTube 的一个订阅量也出现了一点问题，后台和前台不太一致，
如果关注了的小伙伴，注意看一下是否 YouTube 给你自动取消了这个关注。那么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